這是一個充滿魔術的世界，因此人人都獲得了使用魔法的能力，但是相对应的可怕的魔物也因此应运而生。在这一片大陸上，魔物橫行，弱肉強食，而我在某種機緣巧合之下轉生到了這個世界，但是我並沒有轉生成人，而是轉生成了一隻只有半格高的弱小史萊姆，還被迫帶上了七咒之劍，導致我前進的道路上只有敵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否擊敗異世界的最強之神路米納斯·瓦倫丁，成為這個世界新的統治者？OK， 來吧，轉世之旅極限模式，直接單人模式開整，創建世界。OK， 這個世界名稱的話就叫極限史萊姆，好吧？因為到時候咱們要選擇史萊姆的種族，然後模式給它調成極限模式。這邊遊戲規則這裡的話，它是可以選擇就是利姆路開局，就是這個我轉生成為史萊姆這件事裡面的這個主角啊，這個利姆路是主角，然後這個米利姆的話就是什麼魔王之類的，就是這個可以用這個遊戲角色的開局。当然咱們的話就正常開局就好了，因為咱們不是主角，好吧？來吧，難度的話還是給它調成困難啊。剛剛它為什麼變成普通了呀？然後作弊是關極限模式，直接開創。OK， 進來了。您醒了，我是您的向導。您因遭遇异界大的人族的殘召喚而被帶到這個世界。哦，對的，然後它開局的話是會有一個這個主線劇情啊，反正就是一個開頭的一個劇情而已，這個不用管。然後咱們選擇一下種族吧，直接選擇史萊姆，好吧？然後先不着急去過這個劇情，這個劇情的話它是在這個聊天欄裡面可以過的。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獨特技能，開局這個獨特技能，每一次開局它的獨特技能都是不一樣的。調子者，改變我的命運，在致命打擊中幸存下來，瞬間再生並操縱概率，什麼意思？不死图腾嗎？这個調子者屬於是一個被動技能啊，可以直接理解為一個無限使用的不死圖騰，但是有20分鐘的 CD， 精通之後呢就可以無 CD 使用了，但是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精通的，好吧？有一說一，有點倒霉了，這個獨特技能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作用的。然後咱們史萊姆開局的話，它會自帶一個這個自我再生的技能啊，就是回血。然後還有這個吸收與溶解，可以吃東西，可以靠這個東西去吃什麼魔礦啊，還有什麼魔晶石之類的。但是現在的話是用不上的。然後這邊危險感知跟這個魔力感知可以去學一下啊。這個技能上面是灰色的話，就說明我是可以學習這個技能，但是還沒有學會。然後開局的話還會給我們一個七咒之劍，還有這個神秘護身符，要加 15% 的彈壽偏移，有點垃圾這個的。咱們先把這個七咒之劍帶上。然後它的七咒的話，它是經過削弱的，就是咱們可以睡覺，但是其他的還差不太多。OK， 那接下來的話看一下周圍什麼情況吧。然後可以邊上一個天空村莊還行的，邊上還有一個村莊還行。目前這個開局的話，邊上2個村莊，這個天空村莊是安全的，因為咱們帶了七咒之劍的話，這個村莊也是不太安全的，因為鐵哥會揍我們。然後咱們先把這個劇情過一下吧。為什麼我會在荒郊野外？因為是殘召喚，顧名思義就是一次失敗的召喚，所以說你被傳送到這裡來。這個旁白的話稍微有點密了，我來簡單的給大家概括一下，好吧？就是說他們在沒有徵求我意見的情況下，就擅自把我召喚到了異世界，並且還讓我變成了史萊姆，再加上是殘召喚的原因，所以我並不是主角。什麼？你說什麼？到了異世界我還不能當主角嗎？現在我問你，你知道魔力值嗎？請嘗試用心去感受它，然後來告訴我你有沒有察覺到魔力值。魔力值就是這個東西，魔術啊，356，目前我有356的這個魔力值。然後存在值的話，初始給的我是756，反正很低就对了。我感受到我的魔力似乎很少。沒關係，凡事都得靠自己。等下我送你一個小禮物吧。好了，後面的路我也會盡力幫助你的，放心。你幫助個蛋啊，後面就再也沒出現過了好嗎？這邊可以選擇我的開局難度啊，但是說實話不知道這個簡單、普通、困難和硬核有什麼區別。我估計是開局給的這個存在值不一樣吧，反正咱們選擇最難的硬核開局就行了，好吧 ？OK， 然後咱們的存在值被調為了956。剛開局我們需要時刻打開地圖看一下臉上有沒有怪物啊，因為在這個異界大陸上有許多強大的魔物，任何一種魔物前期都是能一腳踹死我的存在啊，並且我還帶着七咒之劍，所以這些魔物是否敵對已經不重要了，反正都是會對我重拳出擊的。這邊可以看到，在我附近有一只獨角兔啊，這個就是異世界的其中一種魔物，大概是長這個樣子，目前也是能一腳踹死我的存在。好在現在我臉上是沒有怪物的，還是安全的，趕緊趁现在发育吧。我們先砍16顆木頭，砍完16顆木頭可以領一堆工具的。好 ，OK， 還安全。然後咱們先往下挖，然後堵上 ，OK，16個木頭，然後咱們領一下任務獎勵，先把任務獎勵領了。這開局的一些介紹啥的我就不看了啊，反正我是比較熟悉的，所以全部給他點了就好了，好吧？只是開局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整合包。這邊還有這個自動備份，自動備份的話這個不重要。然後這個機制與玩法，如果你第一次玩的話，這個肯定要細看一下的。這邊這些我都看過了，全部給他點了。然後剛剛為什麼砍16個木頭呢？就在這個大世界探索裡面，這邊萬物起源這邊砍16個木頭可以拿一個黑鋼劍、黑鋼斧還有黑鋼鎬啊。開局的話可以用一下這個工具。我們需要多收一點方塊，先到天空村莊上去，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我先看一下周圍應該是沒有怪的，千萬不要來怪，現在來怪的話咱們就是送啊，全送。然後咱們先搭到這個鄉村之旅上去，我這個高度的話不來龍孔雀我應該是死不了的。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啊，我其實是個半格人。对的，沒錯，史萊姆小巧可愛，我只有半格高。OK， 接着往上打。
OK， 到了，指路时带走 ，nice。滑翔伞、末影珍珠、空地图，这个空地图的话就不要了吧。然后这个甜浆果也不要，因为咱们史莱姆是不需要吃東西的。這個有鐵之後，他會給一個這個鐵裝備藍圖，直接給他學了啊。然後再往上搭，天空村莊還在高處啊。為什麼要去天空村莊呢？因為在這片大陸上，目前只有天空村莊這個地方是絕對安全的，非常適合用來作為我們前期的據點。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我的血條哪兒去了呢？可以直接看到左上角有各種的數據，從上往下分別是我的血量、精神血、飢餓值、護甲值、肺活量、魔術和鬥氣。這個精神血你也可以理解成散值啊，都行。到了後期呢，會有可以直接攻擊你精神血的怪物，精神血歸零之後也是會死的。然後魔術和鬥氣你可以理解成兩種不同的藍條就行了。魔術如果被消耗完就會死亡，超過最大上限會出現負面 buff。前期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那都是必死的。終於到了兄弟們，最安全的地方，天空村莊。來，起來給我睡，我先睡個覺。PM 的夢。來到異世界的第一個晚上，也是美美的睡上了一覺啊。接下來就可以先在這邊安頓下來了。先把村子裡面的箱子全部都搜刮一遍先吧，有可能會出一些前期非常實用的飾品啥的。這邊箱子開一下，可以鐵鎬還有鐵頭盔，拿一個就好了。咱們最好穿原版的裝備啊，因為這個原版裝備到時候是可以升級的。老繭不再疼痛，免疫仙人掌、鐵針、熱地板和漿果蟲的傷害，墜落傷害減少 10%， 受到傷害減少 5%， 好東西兄弟們。這塊箱子的話基本上都是吃的，有可以烈焰核心，還好我開了。然後這個塞的話先放這 80% 火焰傷害免疫，然後我的攻擊會點燃敵人，可以的，只能說有點用但不多。安眠藥這個東西會給個夜視和虛弱效果，然後幻影在你周圍就會直接嘎掉，但是不能睡覺，總的來說就是沒啥卵用啊。有眼罩，這個可以隱身啊，這樣就隱身了。好，脫掉，怪物就看不見我了，兄弟們。整個村莊全部搜完，只有這個眼罩能勉強算得上是有用的。接下來先把家給安頓下來吧，把桶放下，我就住在這一堆書架的房間了，好吧。然後家這邊放個指路石 ，OK。住的地方算是搞定了，但是要在異世界活下去，光有住的地方是沒用的。我們必須馬上壯大自己，所以提升戰鬥力就是首要目標。在這個村莊下方的這艘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練級地點啊。先上到這個床上看看這床上什麼情況。學技能的時候他突然給我來了個失明 buff， 學技能的時候他有時候會給一些負面 buff 什麼之類的啊。來，直接下，我看一下，果然是衛道士，但是衛道士在床上，哎呀，那不太好，床上都是衛道士，過去一劍我就沒了。哎，等一下，我可以隱身的呀，來吧。看咱們能不能偷一波，兄弟們，直接游過去。如果偷雞不成，咱們就只能重開下一把了。在水裡也要格外小心啊，因為水裡也是會刷魔物的。OK，直接上來，來，咱們開個口子進去。OK，這個是船艙的最底部。然後我們先找到衛道士刷怪龍的位置，到時候就靠衛道士提升我們的存在值了，好吧？成為我的養料吧，衛道士。OK，咱們可以把衛道士引到這裡殺。可以的。果然矮還是有矮的好處的呀，正好可以利用我只有半格的身高用來無傷刷衛道士啊。刷衛道士主要是為了掠奪它的存在值，我每擊殺一隻生物就可以掠奪其 3% 的存在值，而一隻衛道士的存在值一般是4500點，那麼我殺一隻衛道士就可以獲得135點的存在值，雖然不多，但是對於前期來說也是夠用了。然後刷的時候身上盡量穿着原版的裝備和武器啊，因為原版的裝備和武器也是可以掠奪怪物的存在值的，當掠奪到足夠的存在值之後，就可以進化成更加強大的裝備。那麼要刷這麼多存在值幹啥呢？這個存在值你可以簡單的把它理解為戰鬥力就行了。存在值提升之後，我的魔術和鬥氣的上限也會增加，並且會獲得新的技能。存在值增加雖然沒什麼實質性的數值提升，但是只要存在值足夠高，我就可以學習更加強大的技能，甚至獲得進化的能力。還有許多強大的技能都是需要搭配超高的存在值才能展現其強大之處的。現在可以學習念化了，我現在存在值已經到達2036，可以學習念化。但是這個念化的技能這邊顯示是灰色的，那就說明我還沒有學會這個技能。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這個是什麼意思啊？簡單來說呢，就是我現在獲得了一本叫做念化的武功秘籍，但是我還沒有學會這本秘籍，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學會它，不斷的去使用這個技能就能學會啊。學會之後才能釋放這個技能，然後學會之後還能不斷的去使用精通這個技能，這就跟一門武功我從第1重練到第10重是一個道理。但是這個念化的技能沒啥用啊，接着猛刷衛道士，後續還會解鎖許多非常強力的技能的。在沒有大賢者的情況下，這個學技能的速度還是很慢的啊，所以咱們現在刷怪的時候盡量把這個技能學起來，然後咱們刷的時候盡量把這個鐵鎬拿來副手啊，這樣的話鐵鎬也可以去吸取這個存在值，存在值越高的話，這個鐵鎬是可以進化的，就跟劍和這個裝備一樣，都是可以進化的。
哦，我学會了危險感知。然後這個危險感知的話，它屬於是一個被動技能啊。當有敵意的實體進入到我的周圍時，就會收到精神警告啊，它會噔一下的。到時候這個是被動技能，然後這個的話就直接給它放在後台就行了，不需要給它放到技能欄裡面。OK， 我這個念話快學會了，可以看到左邊啊，這個念話的進度快滿了。然後先看一下我這邊的魔術是3300，然後現在的魔術是3100，上限是3300。它這個學習的時候是會消耗魔術還有我的這個存在值的，就是它的上限，這個魔術的上限和我現有的魔術它同時都會消耗的。來學一手 ，OK， 學習的念話可以看到我這個魔術的上限少了100，消耗了100，然後這個魔術我現有的魔術它也是消耗100的。就比如說，如果你學一個技能，它需要1000點魔術，而你现在的魔術上限比如說有5000，但是你現有的魔術只有500，還在恢復當中。如果這個時候你學的話，它是會給你學的，你技能是可以學成功的，但是學完之後你會直接暴毙而亡啊，因為你的魔力不足，它就会直接暴毙掉的。因為我之前死過，我猜測應該是這個原因啊。然后存在值也一樣是會降低的，需要多少魔術也就需要多少存在值，這個是一樣的。然後接着再刷味道是提升我的存在值就行了，因為存在值太低的話，出門探索可能走着走着就嘎了，都不知道咋死的。而且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魔術的濃郁程度都是不一樣的，如果你的存在值過低，有些魔術特別充沛的地方就會直接把你撐爆。也是簡單的刷了將近2個小時，來看一下成果吧。好，nice， 咱們的靴子成功進化成了鑽石靴，可以，這波真的是看一下啊，咱們刷了33000的存在值，再除去咱們學技能啊，但實際上咱們可能刷了4萬多的存在值，說實話兄弟們。然後這邊頭盔夏季魔鋼，褲子夏季魔鋼，然後靴子是鑽石靴，因為靴子的話咱們上的比較晚，然后镐子的話和这個剑都已經是夏季合金級別的了。然後這邊該學的技能基本上都已經學了，前期該學的技能都已經學了，好吧，很多被動技能啊，比如什麼身體強化呀，什麼水流移動啊，什麼之類的，就很多被動技能，反正現在還有什麼思考加速啥的，咱們現在都已經學了，都已經給上了這個被動技能。然後主動技能的話，這邊我就是上了個鋼鐵強化、威壓還有重力結界。重力結界的話給它改了吧，重力結界好像這就是一個加速吧，好吧，暫時沒什麼用啊。然後重力飞行給它给上吧，走，可以撤了，兄弟們。但是外面好像天又黑了，沒事，走，直接用重力飞行溜了。再刷味道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說基本上已經沒什麼提升了。我上來了，但是小心啊，不要摔死，不要摔死，史萊姆是有摔落傷害的。OK， 終於上來了，咱們又回到了這個溫馨的小窩。